原来熊猫界也有自己的小孩哥，别看胖大海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像是横在奶妈面前的一座大山，但其实是个老实巴交的乖乖熊，7岁了都还长着一张宝宝脸。前段时间胖大海和萌大交换场地，小白天闻到陌生气味，不停向大海怒吼。虽然隔着一扇铁门不会有挨揍的风险，可大海愣是委屈巴巴的挨训没敢还嘴，并且胖大海的胆量和体型不成正比。当面面奶爸好心帮他按摩时，胆小的大海吓得猛地打了个激灵。不过当他被面面奶爸哄高兴后，大海开心的接连4次咬手，只能说这不就是身高1.9米、体型壮硕，却还在用电话手表找妈妈的小孩哥吗？而同样反差感强烈的还有袁晓。虽然长着大老脸，看似背了好些雄命，实际上却是倒霉胆小的战五渣。当初袁晓只是围观哥哥和武一打架，结果就卷入混战，跌下木架骨折了。为做手术，医生不得不帮袁晓脱掉毛裤，还非常贴心的给这小子留了双 U 记记。时至今日，袁晓脱毛裤的黑历史还被两脚兽时不时拿出来蛐蛐。就是说我们袁晓也是要面子的好法。都知道萌二会龇牙咧嘴掰竹子，满脸凶神恶煞，一看就不是好惹的熊，再加上患有螨虫眼，眼睛周围泛白，还被不良游客吐槽不好看。萌二长得不好看，走吧。可实际上萌二是北洞最乖的熊，小时候被迫和妈妈分开，却依旧温和亲人，还靠着性格好赢得所有饲养员的喜爱。听到游客吐槽长得丑也不会生气，而是立马低下头用手默默擦眼睛。如今螨虫眼康复的萌二又奶又帅，稍一出手就能迷晕万千猫粉。都知道草河何贵为中心皇太子，从小跟着太子赴京科学习兵法，并且长大后身高1.8米，年轻帅气，按道理来说完全可以妻妾成群。无奈这小子始终没有开窍，6岁了仍是带着小天才的小孩哥，中心只好安排皇太子继续住幼儿园。看到和跟福宝叽叽咕咕聊天，网友们都以为这小子跟福猪猪有戏，但却被徐奶爸无情揭露真相，原来两个小家伙只是比谁尿得远罢了。其实熊猫除了长相性格有反差感外，遮挡物有时也能发挥重要作用。只见奥利奥小小一只，简直可爱到爆。然而当他从树后面走出来的时候，直接全是啥叫一熊之大，手机放不下。果然拍照时有遮挡物真的很重要。看到某奶爸冒险寻找贤贤和贤贤仔，才明白国内饲养员有多爱大熊猫。前几日神树坪遭遇暴雨泥石流天气，某奶爸和基地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想到了刚进入野化2期的贤贤母子。为了确认贤贤和贤贤仔的安全，熟知野外地形的某奶爸拿好装备，背着孩子们爱吃的笋笋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找的路程。看着某奶爸趟过湍急的河流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只想找到贤贤仔。终于明白我们国内饲养员虽然低调，但却比任何人都要爱大熊猫。经过某奶爸和工作人员连夜追寻，终于找到了正在树上淋雨的贤贤仔。贤贤又在，你把这雨还在树上玩。虽然此刻的雨依旧下得很大，但小家伙丝毫不害怕，悠闲地翘着脚，肆意享受被雨水冲刷身体的感觉。贤贤妈妈则守在树下保护孩子安全。虽然她是圈养熊猫，但母性特别强。当初母子俩被抬到野化2期场地，贤贤警觉地巡视一圈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才把有些害怕的孩子牢牢地护在自己怀里，仿佛在说无论遇到什么，妈妈都会保护你。而看到某奶爸和工作人员靠近后，贤贤满眼警觉，本能地想上前驱赶。听到奶爸熟悉的呼唤后，才放松警惕，边听对方碎碎念边乖乖吃胡萝卜。要把仔仔照顾好啊！我都看到你仔仔了，那树子上，你就在树下啊，守护着仔仔的安全啊！你又在这树上。经过某奶爸的现场查看和确认，贤贤和贤贤仔身体安然无恙，并且已经适应天台山环境和生活。网友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。虽然希望贤贤仔能安稳度过熊生，但更希望他能看到更广阔的自然世界。大家可以放心的是，野培并不代表把贤贤母子完全放归山林。2期野化培训场内有安全的围栏和电网围着，可以阻隔野外猛兽天敌对贤贤母子造成伤害。虽然贤贤是第一次带崽野培，但他的母性却很强。贤贤仔非常聪明，警惕性也很高。在这为期1年的野培第2阶段中，小家伙将在妈妈的带领下学会各种技能，直到拥有了独自在野外生存的能力，才会被放归到真正的野外环境中。如果一切顺利，贤贤的双胞胎儿子未来将会拥有2种截然不同的熊生。大仔会过着风餐露宿但自由自在的生活，而小仔则在圈养环境中安稳度过一生。虽然无论如何选择都会有遗憾，但2种方式都是为了复壮熊猫种族，避免我们的国宝重现华南虎那样的悲剧。而自然也终究是熊猫最好的栖息地。萌兰就是理想型男友吧。首先是萌儿的基因颜值优良，爸爸美兰是海龟，妈妈萌萌是影后，还有个晋升为局长的顶流妹妹花花。而萌兰则像是小说里的温润男主角，身高1.9米，颜值高，还喜欢运动，并且和妈妈萌萌一样是治愈系小熊，能提供正向的情绪价值。当初玩累的萌兰打算回内舍休息，没看尽兴的游客发出失望的叹息，萌儿听到后不假思索的掉头返回，并摇头晃脑地跑向他爱的姨姨们。
如此暖心的小熊怎能不让人喜爱？不仅如此，萌兰的家庭条件也在线，北京户口，家住北京2环，甚至还有北京事业单位的编制。天杀的，我一眼就认出，这是我那素未谋面的老公。而萌兰不仅是人人羡慕的富二代，还是熊猫界情绪最稳定的小熊。都知道饲养员会将食物放到蜂笼里，用来锻炼熊孩子的动手能力，防止刻板。没有耐心的小熊会直接大力出奇迹，可萌兰不急不躁，专注地转动球球，并认真思考从哪个角度最容易成功。别说是熊了，就连两脚兽都想给扔了。如果奶爸将笋笋放到爱马仕包里，萌兰就跟个小人一样耐心伸手去拿，包包的带子碍事也不用蛮力扯断，轻轻松松就拿到了美味笋笋。不仅如此，萌兰还很有爱心，讲义气，任何情况下都舍不得伤害其他小生命。当徐老爷送来窝头加餐后，萌兰会特意让小鸟朋友们先吃，等到麻雀都吃饱了才走过去，坐下慢慢吃着剩余的部分。在萌儿坚持不懈的投喂下，院里的麻雀跟吹了气似的长胖，感觉小家伙们飞起来都费劲。当看到美奶妈要抱走好兄弟庆小，萌兰当即喊上庆大，紧紧拉住他，心想没有人能分开我们3兄弟。就是说，如此仗义的萌儿谁能不爱？并且萌兰还是事业上进型男友，每天上班都积极努力营业，愣是把5块钱门票的北洞干上了市。而旅游淡季更是全靠萌儿支撑着。只见他端着绿色王八壳犹豫不决，最后萌兰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，才终于叹了口气，把碗盖在头上，心想那咋整啊？一家老小都指着我养活呢。不仅如此，萌兰的运动天赋也很强，仰卧起坐一个接着一个，丝毫不费力。引体向上体操单杠对他来说也是手拿把掐，而萌儿单手拿轮胎的画面更是男友力爆棚。不得不说，萌兰就是最佳完美男友吧。只可惜这小子9岁了，依旧是个光棍。眼前这只给弟弟妹妹盖被子的小熊，就是2017级熊猫幼儿班班长芝麻，自己都还是个走路不稳的宝宝熊，却懂得照顾比他更小的弟弟妹妹。不得不说，小家伙实在是太暖心了。芝麻的妈妈是芝芝嫌疑爹巧巧，由于生下来嘴角有个小黑点，像极了小孩子偷吃东西遗留的芝麻，于是便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。芝麻还有个双胞胎哥哥，名叫芝士，因为兄弟俩比其他小熊早出生几个月，顺利当选为17届幼儿班班长和副班长，仗着自己的体型比别熊大好几圈。平日里芝士芝麻没少蹂躏其他同学，甚至还把软萌的妹妹当成枕头垫下了。只是这沉重的爱实在让熊难以喘息。这天，小熊们正排成一排睡觉觉，调皮的芝麻非要踩着人家爬来爬去，烦的小家伙大声跟美奶妈告状。今天这个妹妹，你还是啥子你？现在弟弟妹妹打死你！是你哈，就是你哈。被奶妈教训的芝麻一脸真诚，仿佛在说刚才不是我是哥哥。芝麻最喜欢和珍惜妹妹贴贴，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，孤涌上去就是一顿狂热的吸猫。困意满满的珍惜被烦得直扑腾，你这熊咋这么烦熊？离我远点！可这副软萌模样实在没什么威慑力，最后只能无奈接受对方的狂热亲亲。其实芝麻还对美奶妈下过手，只因对方抱着别的小朋友，吃醋的芝麻立即冲上去控诉她花心，并咬着美奶妈的袖子不撒开，非要那个女人给自己一个解释。芝麻，拿去嘛，袖子给你，我不要了，送给你，我不要了，送给你，你咬嘛。美奶妈只好先放下怀里的小家伙，随后绕来绕去，试图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可一转身就被眼疾手快的芝麻抓到，无处可逃的美奶妈直接原地摆烂，混得很。此外，芝麻小时候还有段黑历史，因为能吃能喝，体重吹气式的增长。当奶妈抱着她去称体重的时候，刚放上去，体重秤就发出刺耳的超重声。是他超重了吗？善良的奶妈为了给芝麻一个面子，决定把箱子拿走，让她再称一次。谁料芝麻的体重还是让称直接崩溃。还差。果然，就算是吃素也会超重。不过，正是芝麻性格活泼、憨态可掬，她成为了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荣宝的原型，还因此被网友戏称为“鬼火熊猫”。就是说，这放在整个熊猫界都相当炸裂。